中蒙边境划境谈判历时8年才获突破，大片领土划归中国管辖。蒙古国是世界上第2大内陆国，该国曾是中国领土。蒙古国独立后，与我国存在部分领土争端，中蒙边界也不是现在的状态，两国之间的划界谈判持续了8年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中蒙之间的边界变迁。在观看的过程中，不要忘了点赞关注。1. 外蒙古独立。提起外蒙古，我们通常指的是现在的蒙古国，该国面积156.65万平方公里。蒙古国地广人稀，人口仅有340万。该国首都是乌兰巴托，该市位于蒙古国中部，呈东西向分布，面积约4707平方公里，人口约143.5万。这里是蒙古国发展程度最高的城市，境内有全国大部分工厂。蒙古国资源丰富，经济发展依赖资源开采，经济发展落后。2022年，蒙古国的 GDP 为157亿美元。蒙古国最后归属我国是在清朝，这里与中国的其他地区不同，清朝统治者管理这里的手段多是怀柔，即采取联姻的方式。16世纪后，沙俄开始逐渐经营西伯利亚，向蒙古国扩张。晚清时期，沙俄逼迫清政府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，保证沙俄在蒙古的利益。为了保证边疆稳定，清朝于20世纪初在外蒙古推行新政，这一举措触动了蒙古贵族的利益，而沙俄也对蒙古国贵族极尽拉拢，导致外蒙古与清政府进一步离心。1911年，蒙古国单方面宣布独立，并寻求沙俄的庇护。1917年，俄国10月革命后，俄国政府依然支持外蒙古独立，并与之建立所谓的外交关系。在此期间，清政府和民国政府一直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。1921年，外蒙古建立亲苏的君主立宪政府，并于1924年在苏联的支持下宣布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。直到1945年，民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，允许外蒙古成立自治政府。1961年，蒙古国正式加入联合国，至此，外蒙独立成为既定事实。历史上的外蒙古除了现在的蒙古国之外，还有唐努乌梁海地区。清朝时期的唐努乌梁海包括现在的图瓦共和国、阿尔泰共和国的东北部、阿尔泰边疆区的东南部、克麦罗沃州南部、哈卡斯共和国南部及蒙古国的库苏古尔省的大部分地区，总面积能达到38至40万平方公里。唐努乌梁海正式纳入中央管辖的时间在唐代，此后宋朝、元朝等朝代也都维持了对这里的统治。清朝时期正式将此地命名为唐努乌梁海。外蒙古地区闹独立的时候，唐努乌梁海被其隔开，成为中国的飞地，处于半独立且无政府的状态。沙俄此时趁机入侵，企图吞并唐努乌梁海，但是最终计划破产。1917年，北洋政府趁俄国10月革命出兵，于1918年先后将外蒙古和唐努乌梁海收回。但是好景不长，随着苏联的稳定，在苏联的插手下，外蒙和唐努乌梁海再次独立。1944年，唐努乌梁海申请加入苏联，苏联政府同意，最终这里成为该国的图瓦共和国。2. 中蒙贝尔湖谈判。贝尔湖古称捕鱼洱海，湖面略呈椭圆形，长约40公里，宽约20公里，面积约608.78平方公里。贝尔湖河水的主要来源是东南方的哈拉哈河，湖水最后北面乌尔逊河流出，与呼伦湖相连。贝尔湖是蒙古族的传统牧场，也是一座天然渔场。贝尔湖在元朝时期是我国领土，明朝取代元朝时，蒙元残部逃往贝尔湖附近，这里就一直处于蒙古族的管辖范围。清朝建立后，逐渐将内外蒙古纳入版图，贝尔湖也再度属于中国。贝尔湖地区有蒙古族的巴尔虎部和喀尔喀部，两族因为争夺牧场、水源等原因，经常爆发冲突，严重影响了边界稳定。因此，清政府亲自划定了两族势力范围。清政府将哈拉哈河以东约15至20公里处为界，将贝尔湖的大部分地区划给喀尔喀蒙古族的车臣汗部，另一部分归属巴尔虎部。外蒙古独立与新中国成立后，贝尔湖就成为两国边境争议的焦点。中蒙经过8年谈判，才将这段边界落实。1962年，中蒙以清朝界限为准签署协议，贝尔湖大约7%的水域面积归属我国。3. 中蒙边界变迁。
蒙古国在清朝时期属于乌力雅苏台将军管辖，其边界也大致沿用历史边界。但是现在的中蒙边界还有一点变化，主要集中在阿勒泰地区和达里冈艾地区。阿勒泰地区现属新疆，在伊犁州辖下，该地区位于新疆北部，与俄罗斯、蒙古国、哈萨克斯坦接壤，边境线长1197千米，面积11.8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有66.8万人。1771年，蒙古族图尔扈特部东归，清政府将其安置在阿勒泰地区。1864年，沙俄强迫清政府签署中俄堪分西北界约记，强占外西北，扶持外蒙古独立。图尔扈特部摆脱沙俄剥削还不到1个世纪，不愿随外蒙古一起。在1904年，清政府在阿勒泰设省。1919年，民国政府将其并入新疆。中蒙划界时，阿勒泰就成了新疆的阿勒泰地区。达里冈艾目前位于蒙古国的苏赫巴托尔省。简单来讲，这一地区原本是外蒙古土谢图汗部和车臣汗部送给康熙皇帝的礼物，属于内务府上寺院管辖，是清朝最大的皇家牧场，面积约2.3万平方公里。随着外蒙古的独立，中国逐渐失去对这里的掌控。1945年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，外蒙古对这里的占领合法化。在新中国与蒙古国的划界中，这里最终被划入蒙古国的苏赫巴托尔省，是蒙古国畜牧业最发达的地区。